2016年的夏天，当我第一次走访这充满峡湾的国度，就被眼前这壮阔的景色给惊讶到说不出话来。而这一次，我将用我的双脚踏上这边造型奇特的山顶，去预览这独特美丽的峡湾风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从桃园的中正机场出发，我们这一次依然选择的是阿联酋航空。经过了8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终于顺利的来到了杜拜国际机场。紧接着又用了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来到了挪威的奥斯陆机场。Lofoten 要上的我们坐 WeDraw 的飞机。总算，在经过2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们来到了位在罗弗敦群岛的 Svalbard。Svalbard 的机场很小，但是降落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很漂亮的山峰，怎么看怎么感动。第一天的行程就在不断的转机再转机的过程中结束了。这一天住宿的地方刚好就是在峡湾的旁边，利用一些时间在附近走一走，先好好休息吧。明天好戏就要正式开始喽！哦，好漂亮哦，超美的。23。我们的旅程会从 Svalbard 开始出发，傍晚的时候会开车到位在南边的 Renen。那在 Svalbard 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要先去走的第一条步道就是 Diablo Trappa 恶魔阶梯。跟着 Google Map 的提示，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到位在步道入口的停车场。停车的位置其实很多，总共有3层。基本上现在比较热门的景点停车都是需要收费的。今天的行程会从这个地方停车场开始出发，然后往上走，那我们会走1圈，然后会到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恶魔之门，然后下面有个叫 Floya， 然后我们会再走1圈，然后再再回到起点的地方。好，我们今天来到 Svalbard 的恶魔之门。那今天这个 trail 会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恶魔之门，那第2个是 Floya。那我们等一下的入口这边，它好像是比较原来的一个比较小径，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另外一侧有比较看起来比较像是那个完整的步道的一个入口的地方。基本上在挪威的健行，不用想说都是那种已经铺好的步道，人家有帮你整理出可以看得出来是路的，就要偷笑了。那这一条路线的话，有一些是碎石，那后面有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石头要攀爬，不过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所以等一下上去就知道了。这边一开始就有雪巴人铺的这个石阶步道，所以如果没有铺之前，应该这个原始路径应该不是很好走。伟哉雪巴，超级喜欢这种很自然、很原始的这种路线，然后铺这种石阶步道，这样看就是很赞。还走不到100公尺就拍照拍到夸张。好，我们这边的石阶刚刚看了一下，走完第1段要有505阶，那505阶之后就会变成自然的步道了。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继续往这边1公里到恶魔之门，然后再来是1.5公里到 Floya。那步道也到这边也就算告一个段落了。天然的石阶就是大石头。然后自己要找地方踩。来到第2段的石头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让你一览无遗整个 Svalbard 小镇，还有后面美丽的山景。
刚刚从那边那个走上来，这边就很多都是天然的大石块，有一点点陡。那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话，走这个可能会有点吃力，因为它这边算在它的分级里面是黑色，黑色就是属于比较原始的路径，然后有一点挑战性。对，所以走这个的话，走到后面这边你可能要自己要衡量一下。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上啊，在这里。OK， 好，大家好，山顶见，好，拜拜。在一路往上爬的途中啊，你可以看到你的右手边有一个这边非常著名的地标景点 Svovari Aita 山羊脸。它是2颗非常独特的石头坐落在一个凸起的山峰上面，它是需要专业的设备才有办法爬到那个地方。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看看人家怎么爬吧。喷装了，喷装了！我的 Pocket 3的广角镜盖子不知道跑去哪，算了。好啦，这是最后一段的阶梯啦。因为它会通往恶魔之门，所以它才会叫做恶魔阶梯。最后的200公尺是石阶梯，如果他没有欺骗我的感情的话。总算到了，我们总算来到了这个地方——恶魔之门。那它其实跟在本岛的这个奇迹岩很像，它一样也是一个石头卡在2个石壁中间。走上去的路其实并不困难，除了要刚上去右边这个斜坡的第一阶，你会需要把腿抬得比较高之外，后面你只要一步一步踩好的话，就可以很容易到达这块石头。石头上的腹地不算小，也还蛮平坦的，所以我们最后4个都很顺利的爬到了这个石头上面，拍下了非常赞的照片。1、2、3。后来我走到了恶魔之门旁边的人线上面，远眺后方壮丽的山景，也是无敌漂亮的。本来是希望可以走一圈，走到 O 型，走到后面的弗洛亚再下山。不过今天看起来时间是不太够了。没关系，山一直都在，我们下次还会再回来的。离开了 Svovari， 我们继续往南开。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走10这条道路，但我们这一次呢，选择走这一条815号道路。那它是从南边的地方绕，那沿着峡湾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路上除了漂亮的峡湾景色之外，有很多可爱的小沙滩。那路虽然不大，不过车子相对的也不多，开起来十分的舒服。这就是自驾最大的魅力之一啊！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Renberg， 印象中非常漂亮的沙滩。对，那这个沙滩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月牙形的白色沙滩，真的很大，这是我在罗佛山看到最大的沙滩，这真的是一望无际。而且这个时间点啊，超多的人游客都会来这边玩。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沙滩没人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羚羊配组合正在打他们的最后的第3局的冠军点。啊，为什么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么开心呢？那就是我们的羚羊配拿下奥运金牌啦！赞！开心归开心，但是我们还是该继续往南边赶路喽。旅程继续。我们来到了通往 Fairmont 著名的跨海大桥。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安排在这附近的几条健行步道，就敬请期待喽。看着峡湾山势的变化，这个独特的景象，我知道
我们的目的地雷纳已经离我们不远了。美好的景色，美好的光线，美好的时间，实在是让我忍不住停下车，想要来记录这眼前看到的一切。这条是从往 Hamnoi 来往 Renan 来的方向的桥，然后大家都会走上这个桥来拍这个一个渔屋跟后面的山的 view。那最著名就是它冬天的时候就下雪的景色。我觉得有时候用相片去记录眼前的景色，最困难的地方是你很难去让人家感受到那种景色给你的震撼的效果。那真的是多亏了空拍机，让我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去记录这样子美景。勒佛腾的山也许不算高，但是它给你的震撼却是很难以去形容的。这个是位在 Hamnoi 一个卖鱼堡很好吃的一家店。那它里面记得2016年来的时候，它这个门口它就摆放了很多这个鳕鱼头。这些鳕鱼头之前是摆在外面，没有用盒子装起来。然后里面的店呢，就是摆了各式各样跟鳕鱼相关的一个制作的东西。吃了贵桑桑的鱼堡之后，我们现在来到它旁边的堤岸边来散步，非常漂亮。8年的时间，小镇的景色好像有些变了，旅客也变多了，但是还好，峡湾的美景依旧还在。明天我们早上要搭船出发去附近的一个秘境沙滩，想要了解更多，那就绝对不要错过下集的内容喽。我是魏大，我们下次见。